我从来不说话，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。也许会落空，也许会普通，也许这庸庸碌碌的黑白世界你不懂。生命中所有的路口绝不是尽头，别怕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都陪你度过。其实它整个故事的内核讲的就是回归的时候，然后关于0分0秒升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我演的是护旗手，对，我穿的是白色的海军。真实的人物其实是宋岳强。我当初觉得护旗手其实就是护送国旗，然后一路护送国旗到国旗最后升上旗杆的顶端。拍完这个戏之后，我觉得他更加守护的是一份国家的荣誉吧，就是真的还挺激动的。然后可以还原当时这样的一个历史瞬间，自己能以这种方式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就还挺光荣的，压力很大。我所担心的就是因为自己平时这还比较散，然后突然一下要饰演一个军人，之前也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我担心自己的体态姿态，然后没有办法展现中国军人好的面貌。一共拍摄到训练3天的时间，所以出来之后就把头发剃了，剃了之后就开始换上军装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军训。周涛老师就带着我们1对1的开始训练站军姿，然后提正步，就各种细节上的调整。其实我先前觉得我把动作做规范，然后肃静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，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，但其实他们想的会更多一些，他们包括他们的眼神，然后抬头的角度，然后自己整个面部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他们会想得非常的细，跟真正的3军仪仗队还是差很远。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整齐的走上那个台阶的时候，我看了之后自己也是还挺感动。当时听到王力宏老师说加油的时候，内心提了一把劲，然后也抱着这样的一个一定要在0分0秒准时把国旗升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嘛。对，我们先前练的时候，其实没有正式拍之前练的时候，真的走的还挺不齐的，因为我们要走到台阶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大拐弯和一个小拐，我站在最外面，然后拐弯的时候其实我的步伐要更大一些，走齐了已经很难，然后我还需要调大步伐把那个弯拐好，然后大家还要在同一步踏上那个楼梯。结果一真正开始拍摄的时候，你看着对面的英军拿着国旗的时候，你突然间这种荣誉感好像一定要走好，然后结果我们拍摄第1遍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齐的走上了那个台阶。那场拍的我觉得比大家想象中都还要顺利一些。其实我自己经历的就是参与的比较多的，像08年的奥运会，那个时候我正是在上大学，所有的大学生好像都在做志愿者，正当志愿者一起为这件事情去努力，去迎接外宾。那个经历对我来说还挺印象记忆还很深刻。我觉得这部像我们现在每天我们都在唱的一首歌一样，我觉得就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，让大家能够参与进来，觉得是我们不光是整个时代的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，让大家更了解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。记得97年的那天在做什么？我回想就应该是跟父母一块在看电视吧，然后再看当时的那个交接仪式，很深刻，但是当时还小。大家都很高兴，然后香港回归，然后我终于可以去香港玩了，就是小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记忆，因为小时候总是看港片，然后知道香港的乐园啊都特别好玩，所以当时回归了之后，第2年就跟家人一块去香港，还挺不同的，因为这是自己真正经历过的一个历史瞬间，真实的还原当时那个瞬间，感觉还挺不一样的。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工作变多了啊，工作量变大了，然后可选择的余地也变多了，意味着就是有更多的选择，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观众支持你吧。
就是我不会刻意的说一定只拍电影或者是怎么样。我觉得电视剧有好的剧本我也会拍，如果电影遇到好的剧本我就更想拍。对，我觉得想成为一个能给大家留下一些好的经典的人物、好的作品这样的一个演员。如果你能拍一些好的作品，让得到观众认可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。演员其实就是演戏给观众看，然后得到观众的认可。那流量，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，流量就是有观众愿意看你的戏。愿意看你的戏的话，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一定是一件好事。不管是粉丝还是观众，他们大家也是对于真正正能量这些事情，大家也很愿意去做，然后大家做的也都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。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做好演员这个分内的事情，然后努力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我觉得对于大家也是一种鼓励，大家坚持在自己的每一个不同的职业和岗位里面，然后坚守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把它做好。因为你解释也没有什么用，我觉得演员你最有力的就是拿出你的作品，拿出你的好的影片给大家看。但是大家看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，我觉得就看你怎么展现自己了。我今天感冒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今天感冒了？是变天了吗？今天？不是，因为我对你没有抵抗力。电影频道啊？是的。啊？是的。啊？没事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